你参加过航空展吗？在展览上，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些在天空飞翔的钢铁巨鸟，有的航空展还会雇佣飞行员驾驶喷射机在空中完成高难度的动作，人群仰头欢呼，掌声与惊叹声交织，每一次的俯冲跟滚转都带来心跳加速。喷射机表演简直是速度、力量跟精准的完美结合，这就是航空展的魅力。不过在那天，本来充满欢笑的天空，有一场无法预料的灾难正在悄悄逼近。这天有无数的生命消逝，更成为了航展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悲剧。世界很大，故事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先生，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发生在2002年的斯克尼利夫航展事故。2002年7月27日，这天是乌克兰第14航空军成立的60周年，因此在当天的中午，位在乌克兰西部的斯克尼利夫机场举办了庆祝的航空展演活动。这天活动是当时乌克兰规模最大，在国际上也引起关注的航空展，吸引了超过1万名观众前来观看，包含了许多家庭、航空爱好者或是军方人员在内。当天除了有其他支援机型展示在机场，但最大的亮点，也是多数民众来观看的原因，那就是稍晚会开始的喷射机特技表演了。表演主要使用的机型是苏27，还有米格29喷射机。苏27是一台以极高的机动性闻名的双引擎机种，它最具代表性的特技动作就是普加乔夫眼镜蛇。飞机在高速前进时，机头可以像眼镜蛇一样瞬间抬起，几乎垂直于地面，再迅速压下，回到正常的飞行姿态。在1989年的巴黎航展中，苏27首次公开做出了这个动作，震惊了全场。而画面回到斯克尼利夫航展上，首先2架雅克52运动训练机飞越了看台，为表演拉开序幕，引起了观众的欢呼声。第3架飞机原本预定是米格29，但飞行员以准备不充足为理由，取消了这次飞行。因此在12点41分，一架苏27出现在了斯克尼利夫机场上空。在苏27上执行表演的飞行员是隶属于乌克兰第14航空军猎鹰表演队的弗拉基米尔·托波纳尔和副驾驶尤里·叶戈罗夫。托波纳尔是经验老道的飞行员，驾驶过大约30种飞机和直升机，有27年的飞行经验。不管是执行特技动作的难度，还是总飞行时数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可以说他跟叶戈罗夫是军队里的王牌飞行员。托波纳尔曾经提出想要在机场事先练习，不过高层为了节省成本，拒绝了他的要求。虽然听上去有点危险，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加上他还是有收到当地的地形资讯，也事先演练过几次飞行计划，因此他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起飞，并准备开始进行一连串的特技表演。在起飞后3分钟，他们获准进行，并完成了第一次的斜环特技。但飞行员很快发现，下方观众还有展场的位置跟先前拿到的资料完全不一样。原来是主办方在活动当天，竟然仓促地变更展场的位置，更把观众区从机场的一侧改到了另一侧。这些资讯2位驾驶都没有收到，上空随即陷入了混乱。照理来说，特技表演应该在远离人群的上空进行，但可能是迫于高层的压力，托波纳尔还是决定继续表演，进行下一个项目——半滚倒转。就在这时，苏27突然出现异常，2具发动机的推力同时减弱。这项异常的原因至今依旧不明。有人分析，可能是油加得太满了，让发动机的推力不足。驾驶舱响起了刺耳的警告声，飞机开始以近乎俯冲的姿态，直直冲向地面跟人群。托波纳尔死命拉着操纵杆，企图让战机抬头。最后一刻，飞机虽然短暂回到水平，但已经距离地面太近了。苏27首先擦过一棵树，再来是左翼猛然撞击了混凝土地面，眼看局势无法挽回，副驾驶叶戈罗夫在生死的边缘按下弹射按钮。失控的苏27以时速800公里的速度，狠狠地冲向停放在跑道上的伊尔76运输机。瞬间，火光冲天，爆炸声震撼全场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一张最臭名昭著的照片诞生了。在逃窜的人群、爆炸的火光中，被弹射出来的飞行员看着这一切。而事情还没结束，失控的飞机残骸继续翻滚，扯到了一旁的铁丝网。铁丝网就像鞭子一样扫过人群，让许多人当场瞪出世界。等到一切终于停止时，跑道上充斥着各种残骸，不管是人的或是飞机的，有些遗体甚至无法辨认身份。从飞机起飞到失事，
短短不到4分钟的时间，却终结了猎鹰飞行表演队的荣光，也撕裂了许多家庭。原本上一秒还一起开心观看表演的家人，在下个瞬间就天人永隔，现场到处是悲痛的哭喊声。这场斯科尼利夫航展事故也被称为斯科尼利夫惨案。2名弹射后的飞行员仅仅受到轻伤，最后一共造成77人罹难，其中包括28名儿童，受伤的总人数高达543人，让开心庆祝的展演活动以最悲惨的方式落幕。事故发生之后，乌克兰总统将责任归咎于军方，并免除了空军司令的职务。检方逮捕了相关的4名高级军官。2002年9月6日，乌克兰国防部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，是机组人员偏离飞行任务、苏27的驾驶失误，还有主办方允许飞机在靠近人群的地方表演，这都是悲剧发生的原因。不过托波纳尔在法庭上愤怒反驳，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。尽管他知道表演不应该在有人的上空执行，他也发现了发动机的推力异常，但当时有命令要求他这么做。虽然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，但最终要不要进行表演的决定权都还是在他手上。而托波纳尔做出的决定，造成了77人罹难的后果，都是毋庸置疑的。托波纳尔最后被判处14年监禁，副驾驶员叶格罗夫被判处8年监禁。2008年6月11日，乌克兰军事上诉法院宣告4名高级军官全部无罪。据说，法庭的法官似乎跟军方的高层关系密切，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一种声音：飞行员或许只是替罪的羔羊。叶格罗夫在服刑2年半之后便获释，而托波纳尔就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11年。在刑期结束之前，他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，依旧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出狱之后，托波纳尔的生活依旧受到严苛限制，每个月必须缴交2成薪水，他甚至被禁止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，于是只能靠一双溜冰鞋通勤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饶过他。2023年1月，托波纳尔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。这场悲剧并非单纯的意外，它还反映出了军方体制的僵化、责任的相互推诿，以及错误决策下无可避免的牺牲。最终付出代价的却不是决策者，而是那些无辜的观众，还有只能服从命令的飞行员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骆先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